因此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呢，以后啊，就是对这个密教的一些，先从那个基本的一些修法。啊，就是基本的一些这个传承上师们的这个历史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这个行为啊，从各个方面呢，就了解，了解之后呢，自己再去入这个更深的一些僧祇之地和圆满之地，以及呢，就是这个大圆满大疏影的一些深深修法啊，就是我们这一点就是一定要就是把握得住，否则的话呢，刚开始对密法的很多的道理呢，就根本不了解，而直接呢就是入于就是大法的话呢，有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学密宗并不是学这个气功一样的。最近我都一直认为是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啊，就是修这个密宗的这种次第啊，就是修这个驾行的基础就是很好的啊，就很多法师和很多道友呢，我也就是随时的去经常这个采访他们呐，虽然我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采访这个工具，但是呢，就是我就顺便就是路上碰到就当着他就采访，那么他们呢都认为是以前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理论上就接触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几年呢，就是一边就是我们了解就是密法，就一边呢就是自己实地修持，实地修持以后呢，真的感觉得到就是殊命无常一定要明白啊，这个上师瑜伽就是一定要明白，上师瑜伽如果真正是上师的这种诸佛菩萨和上师的加持融入性的时候呢，什么法都就比较这个容易的。如果你没有这一点的话呢，好像是全是依靠完全是用一种理论啊，或者是用一种辩论啊，以分别念来就是进行修持或者掌握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很多人的这个心灵呢，就是的确是有一种就是不共的这种加持或者说是感应啊，就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现在可能很多人也是可能认识得到啊，让你传一个密法的话呢，有些人不一定会传，有些人是虽然会传，但是他感觉得到呢，就是要这个先从那个基础开始了解，就这一点，那应该是有所这个感应的。